女子产后被误判死亡，300年后真相大白，墓中景象让人不寒而栗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件奇事。事情发生在1999年的扎龙村。扎龙村附近有一片荒凉的大坟地，平日里那地方是十分阴森。时间一久，这村子里就传出了各种关于鬼神的谣言，所以平时村民们都不敢靠近那个地方。直到有一天，村子里为了修路，有胆子大的村民便壮着胆子去土岗附近取土，一直从中午忙到了下午。原本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可是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，他们听到了一阵清脆的碰撞声，这可把他们吓坏了。不过好奇心还是驱使着他们去探了一番究竟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挖到了一堆青砖石，几人这才放下心来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。随着青砖石被逐渐暴露出来，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挖到了墓室，这把几人吓得不轻，连忙嚎叫着跑开了。这件事情就传遍了整个村子。他们找来了考古专家，希望能够解开古墓的谜团。专家很快就赶到了当地，并顺利进入到了古墓中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把专家也吓了一跳，因为古墓中躺着的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白骨，而是类似于木乃伊的女性干尸。整个干尸大概有164厘米长，它周身一片漆黑，远远看去就如同木炭一般，而他脸上的表情也是十分狰狞。他的四肢弯曲着，在他的2个大腿之间还能够看到一些黑色的黏状物。同时棺材一打开，就有一股十分刺鼻的气味冲了出来。此情此景完全出乎了专家们的意料，毕竟在他们从前见到的古墓中，死者大都表现得十分安详，而这位则看起来十分痛苦，就好像生前经历了剧烈的挣扎，所以才会在死时保留这种奇怪的姿势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墓中的另一具棺材。那具棺材内只有散落的白骨和一些衣物，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夫妻同葬的墓穴。已经化为白骨的那位就是墓穴的男主人，这不禁让专家产生了怀疑。在同样一个墓室里发现的2具棺材，这尸骨的状态竟然有着天壤之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有女性为什么会呈现非正常死亡的姿势？为了能够搞清楚这些问题，考古专家们开始了研究。原本该化为白骨的女尸为何会成木乃伊状？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？事实上，扎龙村地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东南方向，那里芦苇沼泽众多，湖泊分布也十分广，气候十分潮湿。相比其他地方的尸体，这里的会更容易腐烂。正常情况下，2年内就会化为白骨。而女尸之所以会呈现出那番模样，是因为女棺用砖垫起比较干燥，再加上女子死前有明显的挣扎痕迹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耗尽了棺材中的氧气，同时体内的水分消耗也有很多，以至于腹部各器官慢慢的干瘪，水分迅速消失，所以才会以木乃伊的形象呈现在考古专家们面前。随着考古的层层深入，各种谜团也逐渐被解开。从棺材中男主人身上的官袍可以看出，它是清代的3品武官，同时从出土的部分铜钱和一些首饰都是乾隆年间的物品，由此可以断定这墓是清代的。男性棺木里躺着的就是一位3品武官。从墓室的结构以及一些松动的青砖来看，这2人应该是后来才合葬在一起的。从男主人干瘪的面容来看他的死亡年龄应该在60到65岁之间，而女主人就不一样了，顶多25岁，这也更加确定了2人应该是后来才合葬在一起的，并且是女主人先下葬的。
虽然男女主人的身份大概是确定了，但是女主人的死状依旧是让人费解。为了能够揭开这个谜团，专家们为它取名为孟氏，然后又开始了下一步的研究。孟氏出土的时候，专家们又发现了新的线索，因为她的身上出现了一层黄白相间的沫状粉渍，这很有可能是她体内的药物通过皮肤而显现出来的一种药渍。不知名药物的出现让大家都怀疑，她会不会是中毒而死呢？更让人想不通的是，在她的嘴巴里只发现了一颗牙齿，这对于25岁左右的正常女性来说是不合理的。紧接着，专家们又对她腿下的黑色物质进行了监测，发现呢，那是一个胎盘。而这一消息的出现也让专家们更摸不着头脑了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其实都是非常注重仪容的，即使是平民百姓，那也都是穿戴整齐的躺在棺材内，更何况是这么一位身份不俗的官太太呢？没有平躺在棺内就算了，就连胎盘也一起被带入了棺材中，这很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。就算再粗心大意的人家，那也不会这么做。种种迹象都在预示大家，孟氏是非正常死亡。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考古专家们在结合各方面知识以后，终于得出了答案。孟氏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只有一颗牙齿，很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薄弱有关。身体薄弱的她长时间服用滋补品和中草药，因此慢性药物中毒，出现了年纪轻轻就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的情况。至于棺中所发现的胎盘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孟氏的骨盆口角度比较窄小，这就导致她在生产时会比一般女子要困难。再加上她本就体弱多病，所以很有可能在生产时碰见了难产的症状。在生出孩子以后，身体达到了极限，最终体力不支，昏了过去，出现了假死的情况。但是由于当时的大夫能力有限，无法分辨出他是否是真的死亡，于是呢，众人都以为他难产而死，便将他葬入了土中。同时，考古专家们还在孟氏的棺材盖上发现了明显的抓痕，而且他的尸体左脚和右脚都有明显的残缺，很难想象他真正的死亡前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。在他被下葬的过程中，很有可能因为路上的颠簸而清醒了过来，于是他开始挣扎，脚趾和手指也因此而受伤。可惜此时已经没有人能够救他了。在密封的棺材内，他的伤口开始感染并慢慢腐烂，骨头也因此被侵蚀，左手和左脚的残缺也因此而来。他也尝试着爬出棺材，只是棺木已经被钉住了，里面的氧气也很快就耗尽了，最终他窒息而死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，体会到的只有无尽的黑暗以及恐惧。从棺材盖上的抓痕以及脱落的胎盘，以及他死后所保持的姿势来看，他的求生欲其实是非常强烈的。但无论他怎么挣扎，都不会有人来救他，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。到这里，孟氏的死终于有了答案，而他尸体也被放到了扎龙的一个展览馆里。但后来因为展览馆经营不善，不得已之下，他的尸体又被送到了齐齐哈尔市的武教道德院。虽然到最后专家们都没有搞清楚孟氏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从棺材上出现的满文可以确定，他是一个满族人，而他棺材上的满文也为研究满族部落历史文化提供了资料。事实上，像孟氏这样的悲剧并不少见，在各方面都不发达的古代，有不少人都出现过假死的情况，而等待着这些人的也只有死亡。所以后来人们会采用把停尸时间拉长的方式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。